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江荣。没想到这个书店开箱系列呢，从日本的东京来到了捷克的布拉格。那这支影片中呢，我们会带大家去几间布拉格的独立书店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如果你拿到薪水不知道怎么花，那这间书店就是你的首选。我们从老城区买一杯咖啡，步行8分钟的距离来到这间书店，叫做 ArtMap。这是一间跟历史、文化还有绘画有关的书店。那里面也有丰富的儿童绘本，还有图画书可以给小朋友看。一进到店内，你可以看到目前是一半是咖啡厅，另外一半是书店的状况。我刚刚跟店员亚娜稍微聊了一下，她提到其实是因为书店的原址呢正在进行整修。那他们试着要跟咖啡厅合作，努力维持正常的营运。那在2027年，书店就会正式回到附近的原本的那间店，然后到时候的选书也会更丰富。那到这个书本区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儿童区，你看我必须要蹲下来，还可以看到这些图画书。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，因为假设小朋友从那个门里面进来的时候，他们的 eye level 就是自然的在这边，你就可以看到一些他们这边给儿童的图画书等等的。那下一间书店呢，我们要前往的是在瓦茨拉夫广场上面的 Academia Bookshop。那虽然是在步行距离可以抵达的范围，但既然都来到了布拉格，我们就来搭搭看它的路面电车吧。所以一从路面电车下来呢，你其实就可以看到这一间书店就在你的眼前。那虽然呢，它离着这个路面电车非常近，可是一进来你就突然感觉到安静了下来，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书店。其实除了这个书店的陈设啊，还有它的选书之外，我也会很想要知道台湾在这个书店里面是不是有能见度。我刚刚就有问了店员说，那这个书店里面有没有一些台湾作家的书？第一本书呢，就是谢子凡所写的《我和我追逐的垃圾车》。这本书呢，其实我自己在台湾也没有读过，所以我也很好奇说，那这本书出现在捷克的世界小说区，不知道大家捷克读者对它的反应怎么样？另外一本呢，是这一本国立台湾文学馆出的类似小说集，里面有包含王文兴，然后吴明义，还有陈学老师等等一些作家的作品。我猜这本书应该是一个小说集。那第三本呢，是纪大伟老师所出的科幻小说《魔》。这本书我刚刚查了一下，是2011年在台湾出版。那在捷克出版的时间呢，是2024年，所以隔了13年，在捷克出了译本。所以2024年呢，其实是台湾首度被选择作为捷克阅读节的主题国，所以不晓得这本书的翻译跟出版刚好是2024年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定的连结。那我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这个书店的2楼的一个咖啡厅，这是一个让你可以好好喝咖啡啊、休息的地方。那我也带着我刚刚买的这本书来到这里，点了一些甜点。我点的这个呢是肉桂卷，然后还有一杯冰抹茶拿铁。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在捷克逛书店其实有一点点困难。捷克文的语言其实跟英文或是跟所有我会的语言其实都差蛮多的，所以其实要去理解它的陈设或者理解它的规划，其实是有一点点门槛的对我来说。但其实如果单纯来享受这个氛围或是享受这个环境，其实我觉得也是很棒、很放松的旅程。那么我带走的书呢，在这边刚刚有请他帮忙包了一下，是捷克作家，不太会念那个名字，不过 Humo Harvel 写的《Why I Write》。那这里面呢，写的是这个捷克作家如何发现自己对于写作的热情，然
然后还有他早期一些写在笔记本啊，或是写在其他的纸上面的一些散文。那接下来这个下午，我就好好的读一读这本书，吃个甜点，然后享受我的 Ice Matcha Latte， 还有这个氛围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跨越了美丽的查理大桥，来到了河的另一端。我们要去的书店呢，叫做 Shakespeare and Sinovy， 这是一间有丰富英文藏书的二手书店。我们来看看捷克的独立二手书店都收藏什么样的英文藏书吗？在这间 Shakespeare and Sinovy 呢，还没走进店内，我们就已经看到店门口的告示牌，上面就告诉我们里面有非常多丰富的英文藏书。虽然是一间二手书店，但是它的标示非常的清楚，用温馨可爱的木牌加手写字体去标示各个类别。这种方式我觉得有点呼应这个古老的房子、古老的城市，还有一些历史的书籍。像我的店门口展示的呢，就是一些最近的畅销书，包含这本《Tomorrow, Tomorrow and Tomorrow》这本非常的好看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书籍 ，Sally Rooney， 还有改编成电影的《Poor Things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往内走，就会看到全球外文系学生、文学系学生都会风靡的一面墙，这就是莎士比亚衣柜，然后还有所有的文学书籍，非常非常的丰富。而且呢，就发现它这边竟然还有楼下，所以我们就是走这个有趣的楼梯。一路上呢，它也没有放过这里，就是继续摆一些书出来给你看。到了楼下呢，这边这一区是有各种语言的书籍，包含法文之外，还有德文，还有其他语言的书。这间书店是所有喜欢文学、喜欢阅读的人都会非常喜欢的地方。你可以在某个角落发现自己曾经阅读过的作家，想起那一段阅读的时光，是一间非常温馨的书店。这支影片呢，我们在布拉格老城广场开场，现在在查理大桥人潮汹涌的地方结尾。带大家看了3间不一样的书店，你最喜欢哪一间书店呢？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